谁呀？周海东。谁？周海东。哎，拿来吧。什么呀？那封举报信的复印件啊？没有。没有。那你来我这干什么？委托我们打官司？这话听起来好像是招揽生意哈。你以为到你这儿来全是打官司的？那行了，那我就不留你了。走吧，走吧。干什么呀你？我今天是来讨清白的啊！你上次说我什么言而无信，今天你必须还我一个清白。好啊，拿那封举报信的复印件来讨，拿来吧。那封举报信在我们局长那儿，我又不是专案组的，我怎么能够搞到那封信的复印件？那你说说你这个清白怎么个讨法？我虽然不是专案组的，但是我看过那封信。我这个人呢，脑子很好，而且记忆力也不错。那还等什么？说吧。那你还等什么？写呀！好，起来，来。哎，说。我说星宇，你也是搞法律的，你应该知道现在呢，我是在违规操作，你知道其中的厉害。那你为什么还告诉我？很简单，第一呢，我觉得专案组放开乔一鸣去追查那个写匿名信的人，这本身就是绕弯路。我想啊，你直接跟乔一鸣开练是一个捷径。第二，我虽然不是专案组的，但是我不能眼看着我们专案组的走这么大的弯路。可是呢，我身为警察，我又必须遵守纪律。专案组明确规定不能干扰乔一鸣，所以我只能够加入你们的行列。我声明是暗中加入。哎呀，啰嗦那么多干嘛？说吧，我害不了你啊！快点说。关于这封举报信呢，有用的内容呢有这么几点。第一，这个乔一鸣呢和赵雄呢相互勾结，套取了国家5000万巨款，以在滨海炒地皮为名呢，想占为己有。事成之后，这个乔一鸣呢就杀赵雄灭口，然后独吞了这5000万。当时虽然从表面看起来他们两个人不认识，可是呢暗中早有勾结。第二，817案发生以后，四海集团财务室突然一场大火，烧毁了所有的账目，这5000万巨款呢就由黑变白的成了乔一鸣的财产。当时在他们财务室的科长叫马兴亮，就成了这场火灾的替罪羊，被炒了鱿鱼。炒鱿鱼之后呢，这个马兴亮就深感商场的险恶，就在浪花桑拿当了一名搓澡工。但是，这个马兴亮肯定知道这件事情的内幕。第三，这个乔一鸣和他现在的财务总监闵娟的关系好像不一般。闵娟？对。当时817案发生之前呢，这个闵娟只不过是四海集团在滨海的一个小公司的一名会计。可是817案发生之后呢，这个闵娟就从一个小会计一下子变成四海总部的财务总监。所以，这个闵娟肯定跟在滨海流失的那5000万巨款有直接的关系。完了，完了，这个就是全部内容。对，喝口水，真渴。周海东对严星宇讲的这些，是来之前和局长林兰精心设计好的。他俩认为，乔一鸣和赵雄的关系，还有他前后2个财务主管马兴亮和闵娟，都是乔一鸣最敏感的地方。
而警方现在不敢也不能触及这3个敏感点的任何一个。但严星宇作为非警方的个体行为，却可以撒开手脚，重重出击地刺向乔一民的敏感部位。如不出所料，乔一民的阵脚必乱无疑。这也正是林兰和周海东所希望看到的。10年前的5000万，放到今天也是一笔巨款。如果乔一鸣可以为他去杀赵雄的话，那他也可以为他去杀那个财务总监马兴亮和闵娟。如果闵娟与那5000万金融诈骗有直接关系的话，她更应该被乔一鸣所杀。可是，他们2个都活着。哎，海东啊，你不觉得这里边有点什么问题吗？这里边能有什么问题啊？是你的思维方式有问题，所以啊，你能当一个好律师，当不了一个好警察。你把脚给我拿去。到自己家了是不是？是啊。如果乔一民把他们3个都杀了，那么10年前，你们就会轻而易举地将目标锁定，对不对？答对了。所以呀，杀人有时候啊，为了保护自己；不杀人的，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看来乔一民是走了一步险棋啊。是啊，棋坛高手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越是险棋，越能够出奇制胜。如果这个乔一鸣真的是817凶犯的话，他这步棋走得很险，但是走得也很高。所以在10年前，你们和他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了。什么？我们叫败下阵来？我告诉你，警察和罪犯之间从来都不会败下阵来。为什么呢？因为只要罪犯一天不抓住，就一直会查到底，直到抓住那个罪犯为止。10年前这个817案子，只能算是一个回合，连一个回合都谈不上，因为根本就没有交上手。哎，别嘴硬啊！连对手都找不到，目标都锁定不了，还不承认失败啊？我说严星宇啊，817案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是正在进行时。我说严星宇，抓817案的人，林局和我都还健在，你有什么理由啊说我们失败？如果普通老百姓说这件事情还算了，你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行，如果你不提律师不如警察的话，我也不会接你的吧？啊，哎，挺好的。别来这个，严重伤自尊。欢迎参与，并望精诚合作。哎，我可告诉你啊，虽然我是暗中参与，但是你们所有的行为和结果必须向我汇报，能做到吗？行，这个打官司啊，你们不行。那个事儿呢，我们也不行。哪个事儿你们不行？啊，哪个事儿你们不行？就是破案你不行，给我去备查。严星宇的精明是周海东领教过的，他生怕这个大律师从他和局长林兰设计的方案中看出什么破绽来。离开严星宇之后，他才松了口气。他坚信，以严星宇的聪慧和做法，用不了多久就能打乱乔一民的阵脚。乔一民的阵脚一乱，肯定会在忙乱中贸然出手。一想到这儿，周海东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在明朗的心情驱使下，他想起了那个他认为才貌双全的敏捷，车便不由自主地来到了敏捷正在筹备的会计事务所的四海大酒店。你以前有跟工作经验吗？有。啊，你是本地人吗？对。好的，我明白了。等这里招聘工作一结束，我下面的工作马上就会展开的。邻居，周海东来了。他跑你那儿去了？他不会是来应聘的吧？哎，我们这个小伙子可是很优秀啊。
他是不是被你迷住了？哪有？大敌当前，岂能儿女情长？今天上午在我这儿又是财又是貌的，好一顿把你夸。你对他施了什么魔法了吧？你的金针队长是不是有点太自作多情了？不说了，他已经看见我了。好的。参加应聘的先到外面领表格。是我啊。有事儿吗？你不认识我了？我没说不认识，我只是问你有事儿吗？你好像有一点那个，太不热情了，是吗？不是那意思。我觉得你跟那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有一点判若两人。工作和生活本身就有区别的，你们做警察的不也是这样吗？其实啊，我觉得你对警察有误解。其实我们警察呢，也都不是黑脸包公，也是很懂人情的。读懂人情才是先嘛，对不对？不懂人情怎么能当警察呢？你是不是仙呢？我不知道。但你的滑头呢？我是领教过的。哎，我什么时候成滑头了？你不是滑头，你来这儿干嘛？我是路过这个酒店，所以呢，想上来看一下，看见你那个阳光事务所招聘广告，一来认门呢，二来呢，我觉得有点口渴，所以能请我喝杯水吗？你喝水还要我请啊？那我自己来吧。提醒你一下，别再呛住了，咳个没完。哎，我说那个乔一鸣同志跟您说什么了？慌什么？我没慌啊，我那天真的是被水给呛住了，我不是故意咳的。所以说你是滑头吗？乔哥都告诉我了，你还不说实话？你是不是一见了漂亮女孩，就有咳个不停的习惯呢？哎呦，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啊！这个乔一鸣背后给我捅刀子哈。那天是这样，乔一鸣说，如果我看见你那个了，然后呢，我就咳一声给他个信号。看见我哪个了？这个意思反正你清楚。不管怎么样，我没听他的。我听说他曾经救过你的命，是吗？是，我们当时在部队的时候啊，他是我的老连长。有一次实战演习，有一个新兵手榴弹脱手，就落在我旁边。这个时候呢，乔哥一个箭步冲上来，把我推了出去，并且用身体掩护了我。后来手榴弹爆炸，他到现在腿上还留着一个弹片。哎，别打岔啊！刚才我说乔哥到底跟你说什么了？慌什么？我周海东同志呢，一向是实话实说，从来不撒谎。对不起啊。喂，邻居是我，周海东。我现在正在严星宇的律师事务所写字楼一切顺利。放我半天假，一是奖励，太好了，谢谢邻居啊。你不是从来不说谎吗？你跟你们邻居长打电话，干嘛不说实话呀？其实啊，这个有时候啊，暂时不把那个真实的事情说出来呢，是情有可原。你应该知道刚才是什么意思，说出来怕人误会嘛，对不对？像你说的，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跟你说的那个撒谎两码事情。这咳嗽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你也在这儿，海东？有点渴。姐，怎么了？你不是忙得抽不出身吗？怎么又有时间了？我就是再忙也得来帮帮你啊。你这是对我不放心。我不是不放心，你这儿入人呐，我得替你把把关，对四海将来也有好处。那倒是，毕竟四海是我们最大的客户。走，我带你去看看。我帮你收拾收拾吧。不用了，来。乔一民到北京后的第2天上午，四海集团与麦克森集团合作开发的四海工业园项目签字仪式隆重举行。市委代书记兼市长韩远也终于松了口气。Mr. Chiao Yi-min, I like Chinese get used to say, "We at last made the first step." 用我们中国人流行的一句话来讲，我们终于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用我们中国一句流行话说，这是双赢的合作。As we Chinese often say, we both win. Okay,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Mr. Yang Hao's condition. I hope he'll get better soon. Please give him my regards. 我很关心严浩先生的病情，希望他早日康复，并代表我对他的问候。好，那为严浩先生的早日康复干杯！龙城市的人们当天便通过媒体得知了乔一民在北京签下的那沉重而又辉煌的一笔。在三阳开泰的羊年里，四海工业园项目的上马，无疑成了古老的龙城这一年最亮的亮点。沉浸在得意与幸福之中的乔一民，从北京一回到龙城，便想起了自己的女儿。与亲人共享快乐是人之天性，乔一民也不能例外。但得意之中的乔一鸣根本没有想到，公安局长林兰早已经完成了他的排兵布阵，早已经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有明有暗的，将乔一鸣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乔一民，讨厌！一闻你手上这股味儿，我就知道是你了。就知道你从北京一回来，肯定会来看我的。你说我怎么那么聪明，那么料事如神呀？你聪明吗？当然了。那你的聪明也是因我而起，傻老子生不出聪明的女儿来。行了行了啊，你就别在这给我败兴了。快说说，你今天打算怎么招待你女儿啊？这就不对了。我从北京回来，应该你给我接风的。那好，咱还照老规矩啊。你请我呢，我听你的；我请你，你就该听我安排了。好吧，听你安排，任你摆布。那好，咱走。走。说说你的安排，咱们去哪儿？前面路口右拐。前面路口右拐。咱可说好了啊，不去四海大酒店，我谁也不想见，就咱们两个在一起。右拐以后过2个红绿灯，再左拐。前进200米，右手有一个大门，你把车开进去。我明白了，是你妈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可我不想去。你必须去，你答应我，让我安排的。爸，你当时让我回到我妈那儿陪她过日子，是不是
这个没什么是不是？我让你陪他过日子，就因为我太忙了，顾不过来你。你太孤独了。那你一个人不孤独？这个你就不懂了。哎呀，我每一天忙得四脚朝天的，难得清静。对于我们这些难得清静的人，认为孤独是一种享受，所以我享受孤独。可我的同事们说，你又送我妈豪宅，又给她大奔的，是你有破镜重圆之意，请你解释。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因为你妈需要这些，我呢又拿得出来。最关键的是，她是我女儿的母亲，一切都是由你而起，明白吗？我不明白。不明白就慢慢明白，反正不能往破镜重圆上去想。我这个人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讨厌。乔一鸣和前妻离婚已经有15年了。15年前的曾若兰抛弃了当时还在化工厂车间任副主任的乔一鸣和6岁的女儿，投入到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怀抱。那是让乔一鸣倍感耻辱的一段历史。3年前，那个画家出国后留在了国外，曾抛弃过乔一鸣的曾若兰，终也遭到了别人的抛弃。英子，快去开门，小娜跟她爸爸来了。英子，我妈呢？在楼上呢。妈，我爸想你了，他来看你了。哎，你再胡说，我就走了啊！哎，爸，你怎么还真走啊？进来，坐那儿，坐那儿。英子，照顾我爸还喝的铁观音，然后再多炒几个菜，晚上给乔大老板接风洗尘。看干嘛？你不看我，你怎么知道我看你了？讨厌。爸，等会儿我妈来，你别老绷着个脸。你乖乖坐在这儿，别走啊！我一会儿洗个澡，一会儿就回来啊。来了。向娜说要给我接风。这孩子啊，还是那么不懂事，也不事先和我打个招呼，我好让小英啊，给你买些爱吃的菜。你穿这身衣服不好看。是吗？穿的再好也没人看，无所谓，在家嘛，随便穿穿。坐吧。好。我在浴室里听见这儿这么安静，还以为你们俩去哪儿了呢。妈，哎，爸，我听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817血案的凶手，是有这事儿吗？是。我妈知道这事儿以后，急得好几天晚上都没睡个安稳觉呢。是吗？是啊，哎，究竟是谁举报的？不知道。就是，来回话多说说，没话找话的说说嘛。哎，听说这事儿啊，我心里可着急了。
我去做菜了啊。哎，你要是饿了的话，可以开饭了啊。邵明哲同志不是还没回来呢吗？他呀，没有回来吃晚饭的习惯。他看起来是日理万机啊，其实大可不必嘛。姐，他是不是经常给他自己不回来吃饭找很多理由啊？他用不着找理由，因为我从来不让他编理由。姐，你不该只对他一个人放任自流。你已经很自由了，还用得着我放任吗？我是说你自己。我可没你想象的那么放任自流。你可千万别把我和邵明哲同志往一类人上归，他档次太低。哎，周海东今天找你干什么去了？怎么一见我抽身就走了？我估计啊，他看上我了。我呀，就没见过脸皮像你那么厚的人。那你是说，他看不上我了？人家那么优秀，怎么能看上你呢？我明白了，你是在为我刚才说邵明哲同志在向我报复。姐，真的有人每天请他吃饭吗？你没查查他？他总不会自己请自己吃饭吧？起床啦！老爷起床了，起床了，起床啦！菜已经给你炒好了。啊！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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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懒蛋，菜已经给你炒好了。给老爷我酒备好了没有？哎呀，老爷，小的忘了给你备酒了。跪下！老爷，小的不明白什么叫跪下。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丫鬟。你看着，这就是跪下。这就是跪下呀。对。那这就是跪下。老爷为什么给小的跪下呀？因为你，嗨，我又上了你这个小人精的当了。好了，菜呢也给你做好了，酒也倒好了，早点吃完早回家，我可不留你在这儿过夜。好，你说这个人呐，每天都得起床啊，吃饭，上班下班，然后回来以后又睡觉，第二天又是上班、吃饭、下班，回来，哎呀，真是这样活着也真是够烦的了。我真是亏着有你，不然我活着真是没意思了。真是的。好了，下楼喝酒。这顿饭吃的憋死了，一点意思都没有。不，我还是得谢谢你给我接风，酒不错，这菜炒的。英子收摊。哎。要是没有别的事儿，那我就走了。一鸣，你到我房间去一下，我有事跟你说。有什么事儿不能在这儿说呢？还是来一下吧。
若兰，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你应该了解我乔一民做人做事的原则。当初我恨过你，我恨不得要杀了你，因为你让我名誉扫地，没有了尊严。后来我经验的多了，也就想开了。我还是那句话，你是我女儿的母亲，这一辈子我会让你衣食无忧，但是复婚不可能。一鸣，你这一生难道就没犯过什么大错吗？没有，以前没有，以后就更没有了。是啊，可我有。我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也是唯一的错，就是在我们最苦的时候，离开了你和孩子。一鸣，我们复婚吧。你别怪我心狠，遇到合适的还是找一个吧。人这一辈子，千万不能做下什么错事，因为不是所有的错事都能够弥补的。乔一民的感慨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人一辈子千万不能做下什么错事，因为有些错事确实是用什么都无法弥补的。只可惜，这个道理他懂得太晚了。韩书记、局长，这么说吧，在平山县公安局和邮政局的大力协助下，我们将可能投放四海工业园项目在北京的顺利签订，让市委代书记兼市长韩远大大松了口气。轻松之余的韩远，也深深知道作为817专案组组长肩头的分量。一手抓四海工业园的项目，一手抓817专案组的工作，是韩远目前重中之重的2件要事。817专案组的每次会议，变成了这个大忙人的必到之会。费了不少力，收获不大，只好无功而返了。哎，这怎么能说是无功而返呢？排除一个疑点，就缩小一个范围嘛。再说这种大海捞针式的寻找，根本就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最笨的办法，往往是最有效的办法。恕我直言。说。我觉得咱们专案组的重点工作，不应该放在查找写信人身上。你的意思是，直接查四海集团，查乔一鸣？对，不行。咱们可是有言在先的啊，没有真凭实据，绝对不能动乔一鸣，不能动四海。你想一想，四海集团上上下下好不容易才从这种不安的情绪当中稳定下来，你现在派一个专案组进去，又查人又查账的，这不又乱了吗？韩书记，哎，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这个书记只是暂时代理，严浩同志康复以后还是书记。你要是觉得叫我韩市长别扭的话，你叫我老韩好了。韩市长，如果乔一鸣和四海集团的人知道我们在查找举报人，是为了维护他，也是为了维护四海集团的声誉，他们为什么要乱呢？为什么要乱的原因，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不想再重复。总之，稳定是大局，但是817案件也必须要破。我觉得寻找写信人是一个突破口。哎，你老看着我干什么？我又不是破案专家，你们在座的哪一个都比我强。你说的对呀，
稳定是大局，寻找写信人是突破口啊。王队长，你们在平山县的调查先告一段落，把重心放在四海集团以前和现在的竞争对手上。这个经商的人呐，有时候为了利益的驱使，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你这个思路不错。那如果这个写信人确实和乔一民四海集团竞争过，但是失手了，所以才这么诽谤的话，那我们一定严惩不贷。但是如果这个写信人并非诽谤，并非污蔑，乔一民也确确实实是817的主犯，那我在这里声明一点，那我宁肯乱了他四海，也要把乔一民绳之于法。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付出任何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对了，林郎，我还想问你，你那个周海东最近是不是有点无所事事啊？哎呦，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我不是关心，我是觉得有点奇怪啊。奇怪什么？你想10年前他在你这个刑警队长的手下参与了817案件的侦破，那时候当然我们是屡战屡败，可是他没少在我面前哭鼻子啊。可是今天咱们这个案子又把他从水里头翻出来了，他怎么好像跟没事似的？我是觉得这个小伙子有头脑有点子，你是不是应该考虑把他弄到这个专案组来？现在查找写信人不是他经侦的活儿，他手上有几个经济案子，忙得很。告诉他，他有空来见见我，我有事找他。什么事儿？局长大人，我一个市长找你的属下谈点事情，是不是一定要向你汇报啊？那倒不用，我一定转告他。师傅，你就是马金亮啊？在817专案组艰难地寻找匿名举报人的同时，严星宇依周海东提供的所谓举报信的内容，与手下分头开始了调查和取证的行动。说了半天，你没感觉到一点什么不一样吗？感觉到了，像按摩。这就对了，我是按摩搓背合2为1，功夫全在这手上，既搓掉了钙皮的脏，又活了筋骨，通了血脉。不是我吹，就我这手法，在咱龙城可是独一份儿。你让我伺候几次，就上瘾离不开了。哎呀，不要几次，我这一次就上瘾了。哎，老板在哪发财啊？不敢，我替人家打工。瞧你这气劲，就是打工，也是个做写字楼的白领。干什么的？我是律师，替人家打官司。哎呀，这职业现在可吃香啊！是本地人？对。本地人，我在天成律师事务所上班。哦，这个所我听说过，是市里严书记公子开的。你们可打赢过不少大官司啊，名声亮得很呐。哎，你这个每天站着给人擦澡的人，知道的还不少吧？那当然了，小桑拿大世界嘛，咱龙城好多人物，可都归我这双手伺候。嘿，你们天成律师事务所的事啊，我还真知道不少。哎。你还知道些什么？嘿嘿，你们拿下了土地局长潘云飞，还打赢了龙城大厦的被骗案，又无偿的为一个叫什么的农民辩护，把为恶一方的叫什么那个村长送进了大狱，评了5年冤案。哎呦，多了都数不过来了。你还知道的真不少。只要是好事啊，老百姓都刻在心里，忘不掉的。你看人家严家父子俩，当爹的领着全市人民搞建设奔小康，当儿子的领着你们这些大律师抓贪官惩恶霸。有这爷儿俩一唱一和，咱龙城的日子真是捧着鲜花上飞机了。就这么讲？哎，捧着鲜花上飞机嘛，美上天了嘛。哎，老板，哎，我要请你吃饭。为啥？哎，
就为你这么夸我们头和我们头子头。嘿嘿嘿，我夸他爷儿俩你请客，要请也得你们头请啊。老妈，实话对你说吧，我这次来就是我们头叫我专门来请你的。书记的公子请我吃饭，哎，为什么？因为我们想听你说一些事儿。敏捷的阳光会计事务所经紧张的筹备，已人马到位，挂牌成立。他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找个什么合适的理由，展开对四海集团以往所有账目的清查。这一步如果走不稳妥，既完成不了林兰交给的任务，又会引起乔一民的怀疑。一步失误，全盘皆输。他深知其中的厉害。四海集团是一个上市姐，企业，所有的经营活动都得如实的展现在广大股民面前。就说你作为一个注册会计师来说，也不能违背职业道德，干一些弄虚作假的事吧？林总，有什么话你就说，在我这儿没有任何事情是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谈的。民总，其实我这为四海好，我这样我可以为四海省500万块钱的税啊。四海不缺这500万，四海从来不干这种偷税漏税的勾当。你以为你这是在帮四海吗？你是在毁四海，你在毁乔总的声誉。也就你看出问题来了，别人谁查呀？等人家查出来，你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了，早就在监狱里面了。你从现在起停职，写份深刻的检查，以后咱们再说。你说什么？我被停职了？对。你才来四海几年？你什么意思啊？我可是四海的元老啊，这事儿我跟你说不清楚，我去找乔总去。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找乔总的话，那就不仅是停你的职了。姐，我跟你说，你安静一点不行吗？哎，我先干为敬。哎，好好。哎，那个好。哎，郭律师，你们要从我这儿知道些什么呀？全部。哎呀，总得有个开头吧。就从你8年前在四海公司当财务科长，那把火烧了账目开始吧。哎，山海险恶，人心不古啊！一把大火，把我烧出了四海的大门。做错可以改吗？怎么可以一棒子把人打死？你说我要因为此事被四海炒了鱿鱼，以后谁还敢用我呀？乔总，民总他也太不给我面子了，他也不想想我对您和四海的贡献。我跟您干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乔总，我知道做假账错了，请您念在我跟您多年的份上，网开一面吧。说完了？说完了。你是让我对你网开一面是吗？对，乔总，我知错改错，绝不再犯。知错改错，我说过多少次了，人在世上，千万不能做下什么错事，因为不是所有的错事都能够改正的。我能改，我一定能改。我知道你对四海、对我乔一民尽了10几年的力，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四海对你也不薄啊。乔总是仁义之人，不忘我这四海的老人，我在四海挣的10万年薪，到哪儿也挣不着。我乔一民对龙城的贡献大吧？犯了法照样伏法，就是开国元勋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因为法就是天。不，法比天大，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要低头的。你明白吗？
明白。想听听我对你的处理吗？乔总，您说。你被解雇了。哎，民总不是处理我了吗？民总处理的太轻了。好，现在我可以念你是四海的老人，让民总多给你开20万。走吧。乔总。人这一辈子，千万不能做下什么错事，因为不是所有的错事都能够改正的。这下你该明白了吧？所以形容四海是一艘航空母舰的话，也许并不夸张。你知道吗？在我们下面啊，有一个房地产公司，4个制药厂，8个大型的超市，还有2个购物中心。而且还有啤酒厂、合金冶炼厂和四海大酒店等等大小实体加起来差不多有32个。我们的固定资产加起来差不多有240多个亿，年营业额呢有150个亿，今年有望突破160个亿。如果四海工业园项目进展顺利的话，这个数字还能增加很多。小杰，你现在还认为自己小小的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扛得动吗？姐。你可别吓唬我啊！我没夸张啊，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实。四海摊子这么大，涉及的行业这么多，我想要先对整个集团有一个了解，然后才能回答你的问题。那你告诉我，我是独吞整个四海的会计审计业务呢，还是先吃一部分？吃哪一部分？这就是我今天叫你来的原因。这是我们四海集团这8年来的全部账目，你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啊，要认真吃透，可不能够蜻蜓点水似的一掠而过。姐，这可是四海的核心机密啊。这里面商业秘密倒是有的，可是没有任何违规犯法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四海能做到今天这个样子，靠的就是2个字：诚信。而且乔总这个人为人坦荡，主要是因为有我姐这个又红又专的财神奶奶在把关，所以我想啊，四海的账肯定干净的跟标本一样。你就贫吧你啊！哎，说到商业秘密，只能你自己一个人看啊，不能给别人看，明白吗？这我懂。姐，你给我看这个。乔一鸣知道吗？他对你还挺器重的呢，这还是他提出来的。而且他还哀叹说，如果8年前账目没烧毁的话，你现在看到的将是四海集团的一部成长史和发展史，从无到有。喂，哦，乔总，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办。想听听乔一民对刚才那个人的处理意见吗？劝你网开一面，刀下留人。你刚才还批评我说我对他太严厉了，不近人情。他把他给解雇了。当敏捷正苦苦思考着如何才能查得四海账目的时候，乔一民却让敏娟把这个地雷想得到的东西拱手送到了他的面前。敏捷在脑海中第一次冒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龙城警方将乔一民锁定为817案重要疑犯的思路是不是错了？自己这枚雷是不是被埋错了地方？他不相信乔一民在跟他演戏，因为他清楚他姐姐敏娟的为人。如果乔一民是在跟他演戏的话，敏娟一定不会无原则地参与其中的。一头雾水的敏捷就这样带着一脑子问题，开始了对四海账目的清查。你分析的对，他不是在跟你演戏，
他如果要跟你演戏，也不会这么演。好，你抓紧时间进入情况吧，别让乔大老板和你姐失望。好，再见。海东吗？你放下手里的事儿，去见一下韩市长。啊，好，我知道了。来。对不起啊，郭涛，你接着说，马新亮后来怎么样？啊，后来他就喝多了。这个马新亮，我看也太可怜了，他好像这么多年都没喝过茅台酒这么好的酒了，他也不会喝酒，几两酒下去他就喝高了。我说，你就不能控制点啊？人到喝多了还能问出什么话？星宇，你别急啊，其实喝多了呀，未必问不出东西。常言说酒后吐真言，对不对？对，你接着说。他那个开始吧，还挺提防我的，说话的时候啊躲躲闪闪的。后来几两酒下肚之后啊，他话题就敞开了，说到动情处，他还流眼泪。那他肯定是抹着眼泪说。乔一民不近人情的，把他这个科班出身的会计师，变成了搓澡工，对吧？恰恰相反，马新亮当着我的面，直夸乔一鸣，说乔一鸣特仁慈，特仗义，说他是他这一生中认识的最正义的男人。他还直埋怨自己，说他太粗心太大意。那天晚上，他不应该没有关热水器的开关，所以才酿成大祸，把四海公司的账目全给烧了。在四海捅了娄子干不下去了，可以到其他的公司去干嘛？何必荒废了自己的专业，当起了搓澡工呢？这个马新亮心里肯定有鬼。不错，今天应该说是出战告捷，收获也很大。胡涛啊，下一步你就是把马新亮心里的鬼给我掏出来。好。是啊，哈哈，周大队长，你最近挺清闲啊。不是我要找你，啊，是你应该早就来见见我。啊，我现在跟房地局的人在梦梦家园工地呢。喂，这样吧，你来了再说吧，好不好？好。哎，对了，刚才我说到哪儿了？您刚才讲到了民工问题。这个民工问题啊，咱们一定要重视。啊？对。我听说你也是山里出来的是吧？没错，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我也是，咱俩都是山里娃。请进。啊，请问你是敏娟同志吧？是我。您是？啊，我叫严星宇，天成律师事务所的。哦，严大律师是吧？我呀，早就听说过你。你好。幸会幸会，请坐。谢谢啊。顺便问一句，你父亲的病现在怎么样啊？哦，病情是稳定住了，可人几乎是废了。
生活不能自理，言语不能交流，挺可怜的。啊，你找我有事儿吗？哦，我对乔一民被人举报的事情很感兴趣，有些问题呢，我想找你了解一下。我们乔总被举报，本来是一场闹剧，这是无中生有的事，你怎么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呢？我可不认为这是无中生有的事。是不是诬告，现在还不好定论。有些事情啊，还是查清楚的好。是有人委托你们律师事务所来查这件事吗？没有，是我自己呀，委托我自己。我感觉到里边有文章可做。你怎么会想从我这儿了解举报信的事呢？这个很简单了，因为举报信当中提到了你。提到我，说我什么？啊，他们说你……请进。哦，你们几个坐下等我一下吧，我这儿……明总，你有客人，要不我们在门外等等吧？看来你很忙啊，咱们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这样吧，晚上你有时间吗？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下班以后呢，我还要去我们的四海大酒店。如果你有空的话，我就在那儿再回答你的10万个为什么吧。这当然好了，到了你的地盘，我连请客的钱都省了。好，那咱们就四海大酒店见。好。啊，晚上7点可以吗？行吧。好。好，再见啊。再见，不送啊。好，就由他。对，人证不怕影子歪，让他查，看他能查出什么东西。啊，我挂了啊。韩市长，来了。难得你这么忙，还有时间召见我这个小人物。哦，一般说自己是小人物的都是大人物。咱们市局经侦队的队长周海东。你好，周海东。我提醒你们这些做生意的人啊，千万别栽到他手上。这小子是执法如山，六亲不认，是吗？很厉害啊！市长，你这是夸我呢吗？你可别害怕啊，我没那么厉害。那对于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商人，你可得好好的保护。那一定。啊，这就是咱们梦梦家园的总经理啊，楚梦。啊，年龄不大吧？本事不小啊！您夸我，对啊。呀，难得市长今天心情这么好，夸咱们俩人，咱们可是挺有缘分啊。那个，我可是借你的光了。哎，注意点警察形象，抓人手就不放了，坏小子！又开始批评了，你看。到车上我再批评你，走。哎，就这样吧。好的，吧。那还是让我不远送了啊。好的。小杨，哎，你自己回去吧，我坐他的车走。是你坐我的车？是啊，这车可颠门。走。下来啊！韩市长，您是要批评我是吧？那您就批吧。你最近是不是挺清闲啊？是啊，最近是有点清闲，但是我这个金侦队长清闲点是好事啊。这说明咱们龙城的经济形势好，犯罪率少。您不常说吗？什么时候我们警察都下岗了？这个世界呢就太平了。你能不能跟我说点实话呀？我一直是实话实说的。在破案上我没有你那么高的智商，但是我看人方面还行。你告诉我，邻居把你安排在专案组之外，到现在也没说明为什么。可是你呢，不争不抢的，就甘于现状，
这说明什么？啊？这个说明，我服从组织安排呗。开始的时候啊，我确实觉得有点委屈，但是呢，我觉得，邻居这样安排呢，肯定有他的道理。你想，我跟乔一鸣是这样特殊的关系，不让我在专案组就不去了。你瞎扯！韩市长，那您说明什么？说明你们两个人在给我唱双簧，在给我演戏。韩市长，您多虑了，我们两个人哪有那么大的胆子？胆大不是不好，犯上也未必是错嘛。周儿，我想问你啊，你说我这个专案组组长有时候是不是太专横？没有，因为您是市长，又是兼书记，考虑问题呢是从龙城整盘棋考虑的，跟我们角度不一样，我们能够理解。是啊，你想，稳定大局的同时，817这个案子还必须要破。是啊，四海工业园要搞，817案要破，难呐。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说，你们林局长是怎么安排你这个棋子的？什么？棋子？你能够对我这个专案组组长守口如瓶啊，我看你这个警察是当到家了。但是我绝对能猜得出，你们两个人唱的这出是明里杀鸡、暗中训猴的好戏，对不对？我真的没有听懂，你让我怎么回答？我也没指望你回答。你刚才不是说你跟乔一民有一种特殊关系吗？我觉得正好是你暗中跟他周旋的最好条件呢。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乔一民是什么人物？你跟他周旋的时候一定要讲究策略，千万不能把这一步好棋给走砸了。韩市长，您放心，我一定会小心行事。这个林兰啊，能走出这么一步好棋来，实在是高啊。他道高一尺，你魔高一丈。啊？不对，你也是道高一丈。我没点水平能当专案组组长吗？啊？哎，我今天可什么都没问你啊。我什么也没说呀。坏小子！